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6月7日下午的17点22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看一下昨天美股的表现啊，外围市场昨天美股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啊，这样的冲高回落呢，符合了我们这段行情以来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日线反弹，它做出完整的一个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动作之后，它要进行震荡调整的一个预期符合了我们一直以来提到的这个预期。但是在预期之内呢，比特币出现了下跌。这个下跌呢，我们认为是伴随美股出现的伴随美股冲高回落出现的。同时呢，我们在比特币的4小时线上依然呢能够看到它的一个完整的结构，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一个窄收敛的结构。这个窄收敛的结构呢是在前面大开口收敛看我的图看我的视频一定要看图前面发生了一个大开口的收敛，这个大开口收敛运行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上行动作。这个4小时上行反弹的动作呢，是因为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横盘震荡十几个交易日之后出现的这个4小时反弹动作。4小时级别反弹动作完成之后，出现了一个下杀呢同步了美股的动作也就是说，美股在这个目前来看目前的比特币的行情上，美股涨，比特币不涨，美股跌呢，比特币会跟随做更大幅度的下跌这个规律呢已然出现了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比特币出现了一个更窄的收敛。这个我在前面行情当中提到了更窄的收敛，它是酝酿多头行情的一个温床特别是在比特币出现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在4小时级别上仅仅出现了一轮就被打压下来，然后又紧接着目前走出第2轮又快速被杀下来。但是呢，比特币目前在4小时级别上，当前行情的结构还没有被破坏，还没有被完整的破坏。同时呢，我认为这轮行情道琼斯工业指数更容易在这段时间做横向的震荡。只要是横向的震荡呢，会给比特币一定的机会。这轮行情呢，美股出现了一个什么呢？日线的级别的反弹反弹时间级别是很大的，日线级别猛它是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完成了日线级别反弹。A 股呢，它出现了一个令我们非常惊讶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周线级别的反弹也就是虽然你看它的这个下跌幅度是大的，反弹幅度是小的，但时间级别在那摆着呢时间级别它是周线级别的，目前已经走出来了已经完全形成了。但比特币这轮行情走得非常弱势，仅仅出现了2轮4小时级别的反弹，完全不符合预期。要知道，比特币呢是美国的一个资金池美股呢也是美国的一个资金池。那道琼斯工业指数发生日线级别反弹我们比特币没有发生日线级别反弹，相对于来说形成了一个什么呢？形成了一个背离关系。形成背离关系之后，只要是不再继续下跌，依然处在这个结构之内并且我们在当前行情当中观察到了这个窄收敛的结构还在。窄收敛结构在的情况下虽然昨天晚上被打下来了，为什么被打下来呢？因为美股冲高回落美股冲高回落的过程当中，比特币被打下来了虽然被打下来了，但我从今天的盘面上来看今天盘面被下杀之后杀空之后行情呢正趋于稳定我们看到了当前行情当中出现了一个
这样的几字形结构。这种几字形结构呢，又叫双重巴特这个词儿呢，你在百度上能够看到有篇文章是我写的这个结构呢就叫双重巴特左面呢是一个几字形是一个弓字形，右面呢就是这块和这个位置呢，它是倒转的是反过来的。这块有个小人，这块是一个倒着的小人是一个倒着的小人。这种结构呢，构成了多空双杀构成了多空双杀走出这样的结构之后我们要有一个固定思维，行情呢还会沿着它的既定方向去运行更多的情况下会围绕它的既定方向去运行。什么是它的既定方向呢？我认为它固有的规律就是周线级别下跌，日线级别反弹，这是一个大的规律。日线级别反弹没有酝酿出来之前，我们要看4小时级别的因为我们知道多头是由多头生发出来的，空头呢是由空头生发出来的。那昨天的行情当中酝酿出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悟空阳线正在走8阶阳线的过程当中一根大阴线下来，这根悟空阳线呢被杀死了，4小时级别的反弹未成立同时呢，我们看到反弹的高点呢接近了上轮4小时级别反弹高点的接近这个位置，也就是前高带给了这轮行情一定的压力但是呢，只要继续震荡下去，我们看到了当前时间阶段已经非常接近于近焦点这个位置我画的是4小时级别然后这个结构呢是最近刚走出来的一个窄收敛的结构。接近焦点的位置呢，我们认为盘面要发生变盘要发生变盘。可能怎么变化呢？第一种可能在当前行情当中正在震荡，可能是下跌下来之后不破前低的情况下，在这个位置酝酿新的一轮4小时级别反弹，然后冲上去冲到33000这个是4小时级别反弹的目标位。也有可能在近焦点的位置直接拉升这种结构就有这么两种这个运行的方式有这么两种的运行方式总而言之近焦点是一个行情当中容易发生变化的位置。当前行情虽然我们现在通过这个结构性的分析仍然存在反弹预期前段时间这个4小时级别反弹没出现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说目前行情已经走出了一个窄收敛结构，有4小时级别反弹预期走出一根大阳线之后，所有的人都来认可我了觉得我说的对。但我现在依然保持这种观点什么观点呢？目前盘面有被错杀的可能性。为什么被错杀呢？因为昨日美股在分时上仅仅下跌了一点点冲高回落的过程当中，它的涨幅还是 0.05%， 相当于没怎么跌，虽然它是一根阴线所以呢，美股没跌的情况下，美股依然维持它的震荡，那比特币呢被错杀我们今天好多人去看这个消息面很多人看这个币安老大 CZ 被抓了之类的信息，这些信息呢我认为是干扰视听的下跌了呢，很多人去找原因你永远找不到最终的原因但唯一的一点原因呢是主力资金出逃，主力资金故意的砸盘诱多之后砸盘形成了一个在盘面上的双重巴特多空双杀。但在行情当中呢，你要坚定自己的方向。我们这轮行情虽然有这个反弹预期，但我们一直在建议大家埋伏空头，不断的埋伏空头，埋伏空单，因为这一轮行情下跌还没有完成呢，反弹呢只是它盘面上的固有规律，下跌的空间呢还有很多。我们之前算了怎么算的呢？周线级别上，上轮
18年的行情下跌了70%，下跌了70%。这轮行情呢，第一阶段下跌仅下跌了60%，目前出现了反弹，下面还有空间，并且下跌的空间远大于它可能出现了反弹的空间。我们观察到42级别反弹的目标位33000美金，这是一个日线级别。从这轮行情最开始的位置，21年1月波谷连线连接过来，在33500到33000，这是一个压力位目前的震荡呢，所有的震荡都在这个压力位之下运行包括上轮42级别反弹32500这个高点也是在压力位以下运行当然了，行情它有这个多空切换的一个规律，就是周线级别下跌可能发生4小时到日线级别的反弹，所以呢，这段行情我一直建议的是反弹过程当中布局空单一直是这样建议的。我这轮行情呢走到现在这个位置市场上我相信通过这样的震荡，双重巴特已经没有多少活人了没有多少活人的情况下，市场将会带来我们更多的机会更多的机会只要是美股继续震荡的情况下在这种窄收敛包含了双重巴特和前面左高右低，以太坊是左低右高以太坊是左高右低，比特币是左低右高总而言之，它这里面有这样的结构，就是低点形成之后反复的右空之后拉升爆空，拉升爆空之后双重巴特，多空双杀反复的多空双杀双重绞杀之后，市场筹码逐渐向主力庄家运行。主力庄家呢，用这种动作不断的在这个阶段性底部收集了大量筹码，收集大量筹码之后他要做一定的动作，就是出现一个好一点的反弹，但是连续从5月12日5月12日这个低点到6月7日，接近1个月的时间，仍然没有像样的反弹，这是不正常的。耐心等待这个反弹的发生。同时呢，反弹发生之后在各时间级别逐仓的布局空单因为熊市还没有结束熊市什么样的呢？周线级别下跌吸收之后，完成日线级别反弹，日线级别反弹之后再周线级别下跌，这是熊市。牛市反过来，牛市往往是周线级别上涨，然后日线级别调整，再然后周线级别上涨你可以通过周线上就可以看到这个行情运行的规律，它是非常自然连贯的我们把这个结构放大一些换一个图吧，这个图画的有点乱了，因为之前研究八卦来分析比特币嘛，然后在这个图里面就画的比较乱找到了这个比特币里面各个爻各个卦一些运行规律。我们看这个图看它的牛市是怎么样发生的呢？这里呢就是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分别是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组和唐僧阳线。周线级别上涨之后做日线级别震荡调整，然后再一轮周线级别上涨。这里呢你就可以非常自然的不用通过我去讲，你就可以画出来这块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因为它走的是标准的，你可以直接数1、2、3、4，直接上来了。不标准的话呢，你通过合并 K 线也能找到这样的规律。很多人说数字货币规律性非常强，你现在从这个图上，从我给你讲的这里就能看到，这是干货。数字货币规律性非常强，周线级别下跌，日线调整周线级别上涨，日线调整，日线级别上涨，4小时调整，上涨就是这么来的。这是一轮，这是第二轮周线的，这是第三轮，然后日线调整，然后开始下跌。这轮牛市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到，3轮周线级别上涨，
周线级别上涨途中伴随这个日线调整最终呢3轮周线级别上涨之后完成做一个日线调整日线震荡开始下跌，我们看到了下跌也是下跌的这种回调是日线级别的，这里的回调是日线级别的，然后再2轮周线级别下跌到顶，最终呢形成双顶之后做了2轮周线的下跌，周线下跌之间做了日线的反弹一定要看图这就是这轮整轮的行情非常简单我们可以用画圈圈把它画出来，同时呢在这个圈圈里面你可以自行的去找到这样的规律，比如说我们目前悟空阴线、八戒阴线组、沙僧阴线、唐僧阴线周线级别下跌期完成了，但呢当前时间点没有出现像这个横向的圆圈，这里是一轮什么呢？日线级别的反弹没有出现，行情没有出现符合我们规律的东西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做呢？叫耐心等待它走出来，耐心等待它走出来，同时呢积极的布局我们的仓位如果出现下一轮的4.2级别反弹，我们说了目标位33500，在这个里可以布局第一个空单。如果出现日线级别反弹呢，在日线级别反弹的这个36000左右布局更多的空单。那有人说了，这么布局合理吗？33500布局一个，36000布局一个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他要在做什么，但是呢你的仓位在这里面你就能知道进场之后获利或者亏损，有仓位你才能和行情发生关系之后你才能更好的在行情当中获利。很多人追求极限的点位置，我认为这是不可取的，因为好位置上面还有更好的位置，你永远不可能在最高点卖出，最低点抄底既然不可能做到，那我们把这个思维从点升级到线，升级到面，升维打击它控制好自己的仓位，让自己的仓位有更多的连续性，形成一个范围打击最终呢能够在这个市场中活下来的前提下获得更多的利润。我一直在说嘛，在行情当中不要伤害别人，同时呢也要保护好自己。相对于比特币来说，以太坊更为弱势它的这个结构我们可以看到了反弹到焦点之后发生回落，然后再次反弹，再次回落这里呢这个结构已经形成了一个压力位我们在前面也说了它的反弹的压力位处在接近$2000$2000到1950这个位置上，然后这个反弹呢接近压力位被扣了下来，但是还有机会，因为这个结构没有被完全破坏掉仍然没有被完全破坏掉，我们还在这个二维的结构当中呢没有被杀死活人呢在这个结构当中还没有被杀死，行情呢就还有机会以太坊相对于比特币更弱势一些我们看到了今天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又出现了一个低点我们在前面的行情当中说了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相当于以太坊对比特币价格上的一个变速箱它的结构呢在焦点位发生跌落之后很难反弹上来，短时间内很难反弹上来。同时呢我们看到了它的上涨和它的这轮行情下跌几乎是平行且对称的关系，所以呢以太坊对比特币非常弱势出现了一个非常弱势可以说以太坊目前是一个更好的相对于比特币来说更好的做空标的但同时呢
我们更多的建议啊，不做追空啊，防止它诱空之后拉爆啊。更多的建议呢是在反弹过程当中啊，逐层的布局仓位。我们可以看到前面行情当中说了啊，它的主要压力位呢是在这个红色线和白色线这里啊，因为这里呢是它行情当中一个最重要的结构啊，一个最重要的结构。点位我就不说了，因为前面已经说了很多了。但更强调一点呢是啊，一定要把这个坐标系看图啊，这里是关键啊。这里的坐标系呢，一个是对数坐标系，一个是百分比坐标系啊，它是不同的啊，对行情影响是非常大的。我更多建议啊，使用对数坐标系啊，使用对数坐标系。然后我们之前提的 FTT 啊，这是一个非常弱势的币种，今天又出现了新低。那么你看啊，弱势币种永远是落后于整个市场的啊，所以呢，做空的情况下，如果你不喜欢做主流币，选择做空，选这个特别弱势的啊，当然了，要设置止损啊，要设置止损。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之前说的强势币种 Waves， 当前呢仍然在结构当中啊，这是一个波峰连线啊，它仍然在这个结构当中。它做的是什么呢？它做的是4小时级别反弹啊，连续的2轮周线级别下跌修之后，发生了一个4小时级别反弹。4小时级别反弹之后，目前处于小线调整阶段，依然处在一个非常正常的结构之内啊。它的底边线呢，目前已经出来了啊，不跌破的情况下啊，你继续耐心持有它的现货啊，或者多头，甚至也可以做一些啊，但一旦跌破啊，立即止损，因为它距离前低非常接近啊，在这种位置上做多的话，你可以设置一个非常好的、非常理想的止损位。我们刚才在说比特币的时候说了啊，不伤害自己啊，不伤害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去开单呢，就是你可以找到一个非常接近止损位的位置去布局啊，错了就跑就 OK 了啊，它的趋势呢，4小时级别反弹洗有完成，有酝酿日线级别上涨的一个可能性，目前处在一个8阶的位置，仍然处在一个8阶的位置上。8阶将死未死的情况下，你可以有多单去布局，赌它能活下去，能走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啊，最终呢你能完成获利。它死掉立即止损啊，我说的呢就是 K 线西游战法的一个魅力之所在。什么魅力呢？你能在行情当中找到最佳的一个止损位，找到最合理的一个布局方式啊，最终呢用你的钱以小博大，在行情当中大快朵颐。然后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观看，同时呢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